欢迎收看截拳武馆的影片。本频道主要在提供 JKD 李小龙截拳道的教学以及实际搏击应用训练课程。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的朋友。这一集将针对打击、防御、封挡这3个主要区块，来告诉大家如何整合以及练习。经过上一篇的红绿级课程整合练习说明，那今天呢，我们要针对的内容呢是打击、防御以及封挡技术来进行一个说明。那在看本影片之前，请确保你已经看过了我们的基础打击以及基础防御，还有摊绑手练习这个课程。我们今天在针对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在跟这个目标做练习，而不是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是格斗哦，要你死我活，而是很单纯的，你要如何用一个静态的目标，不管你有沙包没有沙包，但是你至少要有个目标，一条线、一根扫把，什么都可以，至少你要有个很明确的一个面在这个位置。当我们今天在进行这个基础练习打击的时候，你必须要开始习惯你的重心的移动，也就是我们的上一个影片讲到的，你要开始去习惯你的重心进行一个单脚的移动。那当然，如果你是属于重心放在中间的武术，那你也尝试的要去习惯你2只脚之间的这一个弹性，你如何的去确保你2只脚的膝盖跟脚踝以及你的核心稳定是一个重点，你不要做起来是这种感觉，那就不对了。你的整个核心没有控制好，我们出拳的一个力道，或者是重量，包含我们的防御技巧，又或者是之后像我们练习寸劲，它其实跟你的身体的稳定度有很大的关系，包含你的关节控制、肌肉控制，这些都是很大的重点。你先从原地的了解，之前我们还有一堂课是距离，大家记得要去看那个。你要先去了解你的攻击距离。我们现在先以手部为范例，我今天在摆一个基本攻防姿势的时候，我的手在进行一个动作，我必须要确保我的重心从这个位置移动到这个位置，不管我今天的步伐是大一点，又或者是我今天的步伐像刚刚我做的它是比较小一点，我都能够很明确的经由这个动作来确保我的距离掌握是正确的，不要你打到会太近，又或者是你打到变得太远，这个都是不对的。好，那至于怎么握拳，你该怎么样去控制关节，去看之前的影片。我们今天在一个打击的防御概念上，我们如何的去理解打击跟防御之间的连贯概念？通常我们都是从打击进入，然后转移成防御概念，又或者是我们是先从防御之后接打击，这个的点很重要。你不要一直去想，我要不停的胖，然后上腿啊什么的，你就是要不停的打，不停的打。这个在某个角度也没有错，但那是你在练习攻击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正常的在使用搏击技巧或者是对战的时候，你最常用到的是攻防之间的切换，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多练习攻防之间的切换，而不是不停的练攻击。所以在这边，我将告诉大家几个如何去练习这个防御跟攻击之间切换的技巧的一些公式。我们先从攻击开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从攻击的角度来讲，我们先做1，然后你进行一次假想防御，就是我今天打这一拳，对手后仰或者是防御了之后，他朝我打一拳过来接，好，你可以去设想他打的是直拳，你将它拨开。又或者是你可以设想他打的是勾拳，你进行防御，或者是你直接摊手，你要用任何方法挡都无所谓。这边讲的是公式，你用不用截拳刀的方法都没有关系。所以当我打1了之后，对手打过来我防御；接下来的时候我打1、2的时候，对手可能一个勾拳，我进行闪避之后进行复打。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点。你要去思考是，当我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对手下一个合理的动作会怎么做？当然，因为这个想象的变化很多，我在这边告诉大家几个公式，让大家可以练习。所以，当你进行完这样的复打之后，你就会知道，我的一个动作它要有个合理性跟一个连贯性，你才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得好。所以，你现在就是去进行一个动作，就是我习惯对手打一拳闪避，我打回去。你可以打在一样的高度位置之后进行闪避，然后闪躲他的攻击。你也可以去调整。我今天的动作是加上了移动的打击，然后最后他打过来，我接，我打腹部，打头部，再打腹部，然后接下来他的攻击从这里来，我打这边，打这边，
打这边。这种练习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合理性。你不要去设计，就是哇，我一拳轰过去，一拳把它打到死掉，它不会攻击，这种模拟就没有意义了。那你也不要去设定对手弱到炸裂，你要去想象他做的动作都是你的极限，也就是他的实力要跟你差不多。所以，当你今天用多快的速度出拳的时候，对手打过来的速度就要有多快。当你这样一拳打过去的时候，你防御他的时候，你也要用合理的速度去防御。那刚开始在练习的时候，你可以你一下，他一下，你一下，他一下的方式去感觉。这个就是从攻击转成防御。你要怎么样很快速的去打对手2下的时候，他打你2下，你怎么去接他的动作？当你进行 1-2 打击的时候，如果对手也给你一个 1-2， 你可能就是拨开，然后架开。所以在练习的时候，请记得，你先针对他的头、胸、腹、腿这个几个区块去进行练习，都先从一下开始。也就是当我踢他一下，他踢我一下，我打他腹部一下，他打我腹部一下，我打他胸口一下，他挡我胸口一下，我打他脸部一下，我挡他脸部一下。用这样的方式去感觉，我攻击完对手之后，对手的还击，我能不能从攻击的状态下马上去进行回应？你就会发现到这样的练习会牵扯到很多的基本技巧，也会牵扯到木人桩法，也会牵扯到直接打击，会牵扯到你的手法、你的推法，甚至是你的移动重心。因为你的移动重心如果不流畅不顺，你的动作做起来就会不顺。那从一下换一下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用一下换2下，也就是当我打了对手一下的时候，他打我一拳，他踢我一脚，好，这就是一下换2下。这个就是先从我们的攻击开始转变为防御的练习概念，再来就是我们开始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的角度。所以你现在就要想，我在跟一个对手进行对打的时候，他如果先朝我攻击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怎么样进行所谓的攻击反应。就像对手他如果一拳现在朝我的脸部打过来，我就是一接，接完了之后马上直接接打击，这就是一个方式。一样的动作，你可以试不同的方法。从刚刚他朝我脸打过来，我接打脸；他朝我的脸打过来，我接之后打胸或腹。也可以，他今天打过来的时候，我接，然后我接出腿。你可以尽量的去丰富自己的变化，这个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自己练习的绝佳方案。你可能没有去道馆，你可能会没有人可以陪你练，所以你就要开始用脑子练习，然后配合身体去实现。所以就代表，如果今天对手他一个直的，比如说这样子的朝我的腹部打过来，我就可以绑手接，然后接下来换攻击他的脸部。我也可以绑手接一样的这个角度去捶他的腹部，我也可以利用这只手接，然后这样子去攻击他。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的方式。所以这个的重点就在你如何从防御状态，甚至是防御动作之下，经由这些动作的连贯，经由这些动作的变化，甚至经由这个之间的配合，你能够去调节你的动作，跟选择你的动作，而让你的动作变得很直接，这个才能够让你学到的东西实际应用化。不要一直停留在你学的动作只是动作，你要开始去知道我怎么连贯这些动作，让这些动作变得有效。所以这一套系列的 SOP 是非常好的练习方式。你可以用手接换成手，你可以用手接换成脚，你也可以用脚接换成手，你也可以从距离上的改变拨开，挂他的手下来之后做动作，这些跟你的想象力有关。把你的想象力变成实际的练习跟体验，才能够确保你想的是正确的。否则你想的如果是错误的，做再多也没有用。这种模式非常非常适合找一个伙伴陪你进行练习。你练一趟，他练一趟；你练一趟，他练一趟，这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对练，而且绝对不是花拳绣腿。把你所有的动作去结合起来，把你的打击、把你的防御、把你的封挡技巧，甚至你的步法、身法这些东西全部整合在一起，进行一个这样子的练习，你就会发现你所学到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有用，而不是只是一套动作，而是可以举一反三，而且是可以让你很直接的去做出反应的一些技巧。那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